由于近期我也是刚刚通关了 Switch 以及 3DS 平台的火影文章无双，由于两个平台的差异性，以及本作在 Switch 平台上的实体卡价格一直没能达到我的预期，所以最终我也是选择在 Switch 平台租一个副号来进行游戏，通关了本作。由于火影文章无双这部作品同时在 New 3DS 以及 Switch 平台都有发售，并且游戏内容毫无差异，所以这边我也是选择将两个平台放在一起进行评测。我们这边先来看看两个平台的对比，这边我使用了 Switch 平台的掌机模式以及 New 3DS 进行实测。Switch 平台无论是同屏人物数量还是人物建模，都相较于 New 3DS 平台有一个质的飞跃，并且由于同屏人物数量的差异，我们累积大招条的速度要远高于 New 3DS， 大招释放次数的变多，再加上同屏人物数量的提升，让 Switch 平台的割草体验要远高于 New 3DS 平台。帧数方面，无论是 Switch 平台还是 New 3DS 平台，都是统一的30帧，并且在我的1周目流程体验下来，无论是 Switch 还是 New 3DS 平台，帧数方面都较为不错，没有出现特别明显的掉帧。不过 Switch 平台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也可以说是 Switch 平台无双类游戏的通病，在双人同屏的联机模式下，游戏的帧数画面都会显得有那么一些不尽人意。我们单说 3DS 平台，火影文章无双这款游戏如果单论在 3DS 平台上的表现，我个人觉得是非常不错的。割草无双这个游戏类型在 3DS 平台上的作品较少，本作在 3DS 平台上的游戏表现还算是比较令人满意的，无论是特效表现还是同屏人数数量， 3DS 平台都鲜有能与其对抗的作品，再加上火影文章系列作品人物的加持，让本作玩起来十分对味，并且本作收录了较多的 3DS 平台的火影文章系列人物，这样的人物阵容足以吊起那些在 3DS 平台入坑火影文章系列的玩家的胃口。不过较为遗憾的是，本作是 New 3DS 限定游戏，老版 3DS 无法游玩。不过如果你不是冲着火纹这个 IP 而来，只是想在 3DS 平台玩一款无双游戏的话，那么塞尔达无双海拉尔全明星也非常适合你。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Switch 平台的表现。本作画面方面采用了 3D 卡通渲染的风格，利用卡通渲染的延展性，让本作把系列人物的画风都拉到了同一水平，并且也在降低了硬件需求的同时，增加了画面的精致感。卡通渲染降低了性能需求，让本作无论是掌机还是 TV 模式都相当耐看。本作的同屏人数方面也非常不错。作为 Switch 平台的第一款无双游戏，本作在还没有完全摸清 Switch 的硬件潜能下，也营造出了不错的无双割草游戏的氛围。不过如我之前所说，本作在双人分屏游玩时，画面的稳定性就会大幅下降。如果其中一屏玩家使用技能，那么另一屏玩家就会陷入非常明显的卡顿之中。不过虽然本地双屏的流畅度明显下降，但是能与志同道合的好友一起游玩，这点牺牲也还是可以忍耐的。并且依靠着本作的战略系统，可以指定 NPC 分布在战场的各处，利用快速切换人物的过程，可以达到加速进行任务的目的。在背景方面，本作运用了火影文章系列众多的经典配乐，这些系列优秀的音乐可以充分调动老玩家们的情怀，同时也很好的烘托出了战场的热烈氛围。不过很可惜，本作的优化以及音乐就是它的全部优点了。虽然本作是任天堂与光荣拓库摩的合作之作，但是从游戏的成片表现我们可以看出，在这部作品中，任天堂参与的比重并不大，游戏的割草体验完完全全是光荣拓库摩的经典手法。在我看来，本作保留火影文章原汁原味的要素只有2个点，其一就是经典模式，即辅助角色死亡后不会再复活；其二便是我们每次升级都会跳出的升级界面。在正常的游戏过程中，我还是建议大家把这个界面关掉，不然战斗中频繁的界面弹出会严重割裂我们无双的爽快感。战斗方面依旧是光荣拓库摩最老套的轻重击加重攻击的系统，轻重攻击的组合搭配可以衍生出各种连续技，之后在怒气槽满了以后可以释放无双技能，觉醒槽满了以后就可以强化角色。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的新系统加入。相比于拓库摩近年来在 Switch 平台上发售的女神异闻录 S 以及塞尔达灾厄启示录，本作的游戏体验还是与其有着比较大的差距，所以这边我并不推荐大家入手本作。本作的实际战斗体验十分老套，如果你是冲着无双游戏这个类型来的，那么你很难在火影文章无双这部作品中感受到任何实质性的创新。本作虽然加入了经典模式、武器克制关系以及合体系统，但是由于缺失了 SLG 严谨的战略要求，让这些附加的要素在无双游戏这个框架下显得有些可有可无。这些克制系统仅仅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刷图效率，玩家可以利用，但不利用也不会有什么特别大的差距。本作引入了30多位火影文章系列角色，这些角色每个都有着独特的战斗方式。对于每个角色使用的武器以及技能的范围不同，如果你想提升刷图效率，那么最好还是组建一个拥有多种武器的人物团队。角色养成系统方面也比较平庸，简单直白一点，就是让我们收集神器，不断炼制，收集新的素材，在技能树上为角色解锁一些新的特性，比如为攻击增加新的连段，或者大量增加被动收益。
并且除了极个别角色以外，每个角色的技能树基本都是一致的，并且转职系统也得到了简化，没有了分支，只要有了大师证就可以进行转职。转职后，角色能力会大幅提升，可解锁的特性也会有所增加。就我个人流程体验下来而言，战略系统这个项目比较实用。玩家如果想要快速的战斗中获得优势，可以选择让每个队友都单独攻略每个要塞。由于本作的 AI 智商还算可以接受，大大减少了本作无意义的刷图时间。不过，本作毕竟是无双游戏，不能指望 AI 队友为你做太多的事情，精英怪以及各大 BOSS 还是要靠玩家自己解决。就我个人来看，这个派遣模式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让我们可以快速切换到不同角色，免受赶路之苦。剧情方面是本作的一大短板，本作的剧情故事比较老套，简单来讲就是勇者收集力量拯救世界。但是就是在这样老套的故事中，本作在剧情方面没有做出任何的创新，人物以及故事叙事都十分的白开水，所以千万不要把希望寄托在本作的剧情之上。总结以上，本作有着流畅的画面、稳定的帧数以及比较实用的战略系统，剧情方面十分平庸，战斗系统比较老旧，游戏的场景以及资源重复利用率十分之高。虽然本作名字叫做火焰纹章无双，但是本作对标火焰纹章的要素十分稀少，角色成长系统也做得十分粗糙。火焰纹章无双这款作品的整体表现十分平庸，即便放在当年在光荣突破魔的各种无双作品中做对比，也属于那种中庸之作。我个人还是十分不推荐大家购入Switch版的火焰纹章无双。好的，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如果喜欢这个系列，不妨关注我的频道，并且点赞、投币、收藏，一键3连。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更新的动力。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